近亲结婚的危害大家都很清楚。那就说自然界中的动物，尤其那些群居动物，它们是如何规避这个风险的？那这里我说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狮尾狒。它们都是群居动物，它们为了规避这个风险，已经演化出了相当高明的策略啊。那接下来先说这个狮尾狒，这是一种大型猴子，由于它们的尾巴末端有一撮毛，看起来特别像狮子的尾巴，所以得名狮尾狒。它们是典型的群居动物，是灵长类中唯一一种以草为食的一个种类啊，食草量占了总食量的 90% 到 95%。那生物学家在对它们的群体观察了长达14年的时间以后，就发现了一件特别有趣、特别神奇的现象。并且在当代生物学上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就揭示了狮尾狒是如何规避近亲繁殖这个风险的。研究人员就发现，雌性狮尾狒有控制自己成熟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些雌性可以主动的减缓或者是加快自己的成熟期，以防止和种群中的自家的雄性狮尾狒发生近亲繁殖。在狮尾狒的群体当中有一个王拥有绝对繁殖的权利。群体中狮尾狒房的雄性幼崽，等它们成熟以后，就会主动的离开群体，这样就规避了这些成年以后的雄性幼崽和群体里面的雌性发生近亲繁殖。但是狮尾狒王的雌性后代，它们在没有其他外来雄性进入群体的时候，比如说没有外来的雄性打败并且取代现任狮尾狒王的时候，它们会抑制自己的成熟。当群体中出现了外来雄性的时候，科学家就发现群体中的这些雌性狮尾狒会主动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大量的激素，这些激素可以加快它们迅速的成熟。那成熟的雌性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身体前面的红色部分就会变大。但是科学家并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竟然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生长还有发育，对吧？这简直太神奇了。那接下来我们说非洲狮，它们是典型的群居性大型食肉动物，一个群体当中往往有20几头狮子，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雌狮和幼狮，基本上只有1头，最多3头雄狮。那在雄狮当中，其中就有1头是狮王，狮王在群体当中有着绝对的领导权和繁殖权，所以其他的雄狮它们并不会固定在一个群体中待很长的时间因为做一头雄狮，它们天生都有想当领袖的梦想，所以它们会主动的走出去寻找自己的归宿，甚至有些雄狮会被狮王赶出去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狮王一直待在一个群体当中，那么狮王就会有和他的雌性后代进行繁殖的风险，而在狮王的后代当中的雄性幼崽长大以后，也会有和自己的亲本雌性以及和自己的亲一代雌性发生进行繁殖的风险，对吧？那又怎样规避这样的风险？其实的话和狮尾狒差不多雄性幼崽长大以后会被赶出狮群的，它们其实也很愿意走出去，因为这样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才有可能当上狮王。那么这些走出去的这些年轻的雄性，以及那些在狮群当中曾经短暂停留过的雄性，他们就会前往各个狮群挑战他们的狮王。如果年老的狮王被年轻的一代打败以后，他们就会被赶出狮群。所以说，在非洲草原的狮群当中，群体中的雄性会不停的轮换包括狮王在内，经常会被年轻的一代打败的，然后被赶出去。因此这样的轮换就很好的规避了狮群中的近亲繁殖的风险。那这里有一个这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这个雄狮虽然都想当狮王，但并不是每一头雄狮都能够当上狮王的，因为草原上的狮群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草原上，你经常会看到有一群雄狮组成的团体，他们中包括年轻的一代还有年迈的老者，有刚被打败的狮王，有郁郁不得志的中年一代，他们都没有归宿，就自发的走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团体，被称作是草原上的男人帮。这是草原上战斗力爆表的一个团队，对吧？其中年迈的雄狮，他们会一直待在这个团体当中，直到老去。那么中年的一代他们有可能会再次挑战其他的狮王，如果胜利了，那就走上了人生巅峰；如果失败了，兄弟们又会欢迎你回到男人帮那么年轻的一代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去挑战其他的狮王。这就是狮群当中这个雄狮轮换的方式。那么以上就是2个典型的群居生物，它们规避近亲繁殖的方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的群居动物，它们所使用的这些办法都无法绝对的避免发生近亲繁殖。但是小部分的近亲对整个种群来说无伤大雅，对吧？因为我们人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近亲通婚的现象，比如以前欧洲的皇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当然近代也有一些名人，他们和自家的亲戚也结婚了比如爱因斯坦、达尔文，还有这个维多利亚女王，但都
不要紧啊，只要是不是特别严重的多代近亲，都不会出现不可挽回的伤害。所以在动物界，只要他们规避了大规模的近亲繁殖，偶尔出现一点，其实对种群来说基本上是无害的。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